上集说到，兰斯听了亚伦和加百利的汇报后，肺都气炸了。他100%确定他们二人有和公寓的匪徒勾结，并一起杀害了卡森和所有的士兵。可当下他并没有证据揭穿二人，因为所有人都死了，没有人能证明这件事与他们有勾结。于是，聪明的兰斯找了个理由带队来到了山顶寨。他认为，如果真如他所想的那样，公寓的匪徒是和亚伦他们认识的话，那么有很大可能会躲在山顶寨。起初，马基对于他们的到来并不欢迎，直到达里尔出面了，马基这才将他们一行人给放了进来。进到社区后，兰斯便叫人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。在兰斯看来，只要找到他们相互勾结的证据，那么他就有理由将他们一股脑的全都干掉。老奸巨猾的他查看起了院中的车子，因为公寓附近是有车辙印的。马基不动声色地表示自己的这辆车发动机坏了，已经很久没有发动过了。兰斯摸了摸轮胎上那新鲜的泥土，心里也是骂了娘。达里尔赶忙打着掩护说车子确实是坏的，可兰斯却表示自己懂点维修技术，说着便打开了前车盖。看到里面的发动机后，兰斯按有所指的说了句里面可真干净。接着他一边查看车子的情况，一边表示他们上次可是送了不少的汽油过来。而达里尔则不断观察着周围士兵的一举一动。这时兰斯发现车子的继电器断开了，明显是被人给故意拔断的。他也不揭穿，而是接了上去。接着他打开车门坐了上去，心想只要车子能启动，那马基他们就脱不了干系。而马基和达里尔则忐忑地看着他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车子确实没有发动，马基二人也稍稍松了口气。不信邪的兰斯还在继续扭动着钥匙，尝试着把车子发动起来，可结果还是没有反应。一旁的马基再也看不下去了，直接走了过来说道：“我只允许你们停留到日落之前，倘若再找不到你想找的东西，你们就得离开。”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兰斯他们依旧什么都没有搜到。这时刚好赫谢尔从地窖旁经过，兰斯赶忙叫住了他。这货虽然没有找到什么，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判断，亚伦二人肯定与公寓的人有勾结，山顶寨绝对有猫腻。于是他打算从这个孩子入手。Taking any exciting trips lately? How about your mom? The last thing I want, Herschel, is for something to happen here, especially to your mom. So, I'm gonna need your help. If I can get the truth, I can fix things. That's what I do. But I can't keep people safe if they keep secrets. So I want you to think really hard here.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? 此时的赫谢尔有些心虚，他毕竟是个孩子。I should probably go get my mom. Hey, hold on a second. 兰斯再次跑上去拦住了他，接着他从怀里拿出了一顶帽子，说是给他的礼物。可赫谢尔一看，这不就是自己丢在公寓的吗？这家伙拿出来无非就是为了试探。Be a shame for a nice hat like this to go to waste. Huh. I'll be damned. Perfect fit. 就在赫谢尔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科尔冲了过来，一把便将兰斯狠狠地按在了墙上。他怒视着对方，谁也不能伤害他老大的孩子。很快士兵们听到了动静，纷纷拿着枪赶了过去。达里尔和马基意识到肯定出事了，连忙也拿着武器跟了上去。Release him. We will shoot. Let's go, go, This guy put his hands on her. go. You said something bad was gonna happen. Back up! Now! 兰斯一瞅对方的反应竟然这么大，生怕这帮乡巴佬擦枪走火，他让马基等人不要冲动，快把枪放下，自己对孩子并没有恶意。马基则是面无表情地对他说道：“之前有很多人像你一样威胁过我的家人，不过无一例外，他们都死得不能再死了。”达里尔的态度也很明确，他虽然是联邦的士兵，但他的心是永远站在家人这边的。 So unless you want to die for nothing, help me drop the guns before something really fucking bad happens. 兰斯听到达里尔居然明目张胆的以下犯上，他心里明白，这群乡巴佬和联邦里的那些愚蠢的平民不一样，惹急了他们是真的会开枪。瞧这架势，还真得妥协了。That's an order. 士兵放下武器后，马基也慢慢的收回了枪，而科尔也放开了兰斯。此刻兰斯的内心别提有多窝火了，他已经动了杀心，但眼下还得稳住马基等人。于是他开口说道 Sorry if there was any miscommunication. Shame we couldn't be friends. 说完他便带着士兵离去。从山顶寨离开后，兰斯改变了计划，
他把士兵分成了2队，说是分开搜寻效率会更高。Over there, please. You gonna give us the assignment, sir? You'll know soon enough. 一直到了晚上，达里尔他们这个小队什么都没发现。不过3人也猜到了，因为白天战队的事情，兰斯是故意不让他们3人跟着，而达里尔也是表示他们不能回联邦了。直觉告诉他回去就是自投罗网。他们猜测现在的这些士兵是在监视着他们。而另一边，兰斯带领的小队同样在树林中休息。这时，一个士兵过来报告，说远处发现了情况。兰斯听后赶忙吹了吹口哨，招呼士兵摸了过去。而侦察兵发现的正是真正抢走物资的莉亚。此刻的他正研究着那些武器，突然他好似听到了什么动静。老练的他没有表现出很警惕，而是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，直接走进了帐篷里休息。很快，士兵们手持武器从周围慢慢的包了过来。现在正是瓮中捉鳖的好机会，士兵小心的拉开了帘子，可里面却是空荡荡的。就在他们纳闷的时候，枪声响起，一个士兵的脚掌被打穿，紧接着是第2个。Wait! Hold your fire! We're here to talk. Come a long way to find you. You are not easy to track down. Since you've caused me more than a handful of trouble, the least you can do is hear what I have to say before you kill us. 不愧是兰斯，一番说辞下，直接是让莉亚现了身。Talk fast. My name is Lance Hornsby, and I'm here to offer you a job. 经过了一夜的交谈，莉亚很快便和兰斯达成了合作。而对于兰斯而言，他根本就不在乎手下死了多少人，从始至终他都是在意武器。可眼下既然找到了武器，那么何不利用这个女人去毁了山顶寨？况且听他说他也和马基有仇，那刚好可以助他一臂之力。为了达到目的，他还让几个士兵脱掉了铠甲乔装打扮跟随，这样就没人知道是他在指使了。殊不知，马基早就料想到兰斯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于是他带上赫谢尔和科尔几人朝着山顶寨的东边出发了。1小时后，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一片树林，而莉迪亚早早的便在这里等着了。他们跟着莉迪亚又走了大概10分钟，接着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。原来这里曾经是低语者的一个藏身之地。之前大家猜想到兰斯会怀疑山顶寨，所以众人便把公寓里的人藏在了这里。而马基过来的目的是为了把赫谢尔送到这里躲藏，因为他预感兰斯马上要对付山顶寨，一旦双方交起火来，根本就无法顾及到儿子。可你老板却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你帮了我们，我很感激，让我看着孩子也没有问题。但我可不想就这么龟缩在山洞里，让你们几个去战斗。现在的山顶寨可没有什么价值值得去守候，人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要是放在以前，马基早就拿话兑回去了。但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他也改变了不少。这次他温柔地对你老板说道：或许现如今的山顶寨是不值得我再去坚持，但所有活下来的人却值得。我和兰斯的这场抗争，肯定有一方死去才会结束，所以接下来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这并不是躲避逃走就能解决的。” I got no doubt you will. But I also got no doubt that you are firmly in the crosshairs of this Lance asshole, so I'm coming with you. I'll finish it. 马吉拒绝了他们的好意，他并不想把尼根等人牵扯进去，只希望他们能看护好他的儿子赫谢尔，直到这场战斗彻底的结束。He doesn't exactly trust me. 接下来马吉说的话也是表明了他对倪总的认可。I'm sorry, Jim. You saved him at Riverbend. Whatever else happens, whatever else has happened,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. You have big balls, Maggie Rigg. I got you. And I got your boy. 泪目了，倪老板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，他可以名正言顺地用行动去弥补这对母子。这个时候，头顶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等看清的时候，3人都心头一惊，只见天空出现了无数的蝗虫掠过，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席卷着这片土地。这似乎也预示着接下来将会发生一些糟糕的事情。而兰斯这边，利亚带着几个手下走后，剩下的士兵正在收拾着行李。这个家伙准备去山顶寨见证马基的死亡，他好似笃定了自己会赢一般。
所以他还用对讲机联系了另一个小队。 Finish. Then head back. Copy that, sir. We'll head back. 达里尔在旁边听着他们的对话，以他的经验来看，兰斯那个家伙应该是准备要对他们下手了。 One last sweep, then home. All right, Bay. I'll lead. 三人在末世生存了这么久，这点警惕还是有的。况且他们从昨晚就一直在戒备着对方。过了一会儿后，他们来到了一处废弃的停车场，这里有着很多破旧的车子。士兵们的速度开始慢了下来，并且有意无意的纷纷走到了车子后面，看样子是在寻找掩体。三人哪还不明白这是要准备动手了？不知不觉间，7、8个士兵对他们形成了包围之势，打算一举将他们3个击杀在此处。当然，达里尔他们3人也不是第一天才出来混，对视了一眼后，当即便准备先发制人。好在这里有很多废弃的车子做着掩体，三人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轮的扫射。只是亚伦有些倒霉，被一颗榴弹擦伤了肩膀。达里尔边射击边移动，三人只有他有步枪。就在士兵想过来包抄的时候，达里尔从侧面杀出，直接用枪托放倒了一个士兵。对方也是发现了他，一个劲地朝着他这边点射。达里尔堪堪躲过子弹，然后拿到了士兵的步枪。接着他找到亚伦，二话没说便将武器丢了过去。他们凭借末世以来的经验，未必不能绝杀翻盘。没有步枪的老家当起了老六，他成功的放倒一个士兵后，还顺势的补上了一脚，又一把武器到手。这下三人都有了反抗的实力，压力顿时大减。